えて 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川哈。那么最近呢得这个新冠哈，所以呢就好多期都没有录这个视频。那么最近呢，我关注到一个话题，就是说有一个来自日本的一个留学生，今年是37岁，然后名字叫王毅，网名叫阿 K 的。然后这个人呢在日本呢就饿死了。然后呢我还关注了有一个叫做甜甜圈哈，很有意思哈，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们两个人的心路历程。那我们先讲那个女留学生啊，那女留学生到日本来呢，其实是来留学的哈。然后呢，她和家里面呢好像是闹掰了。她本来呢是16岁考入大学，然后好像是在吉林大学学什么材料工学的哈。那么这个16岁考入大学这个事情呢，其实本来就有些疑问啊，就是在内地很多省份我也知道哈，也包括东北啊，还有包括西南那些地方，就是很喜欢改身份证的。那么改了身份证之后呢，就会显得入学的年龄会比较小哈。然后呢，23岁呢就从武汉大学的新闻和传播学院就给他毕业了啊，读了个硕士。像这种情况呢，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对自己人生没什么规划的人哈，就是你要知道呢，他一开始读的是一个理工科的一个专业哈，相对来讲可能就业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他选的那个专业呢，却反而是一个文科专业，就是新闻和传媒嘛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说本科选的专业他不太满意，然后呢，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如果说你进文科呢，只是说想混一个最低层次的水平的话呢，那相对来讲文科是好混的哈，比理科好混很多。就理科的最下限呢是比较难混的，但是呢，文科呢它不是拼下限的，就是你就比如说你去学英文哈。你说这个张雪峰说学英文他赚不了钱，他做不了翻译，这个那个，他为什么他赚不了钱，做不了翻译啊？就是因为你如果只是考4、6级，什么专业8级也是60分及格，然后你考什么都60分及格，你觉得你能找一个就是和英语有关的专业呢？不可能的嘛。因为你在文科里面，你只会见到2种人，一种就是混日子的人，还有一些呢就是把自己的人生的一切的时间都花在那上面，然后呢精益求精。就比如说有钢琴学院，如果你进去只是为了考级的话，你肯定不会形成所谓的职业钢琴手嘛。那职业钢琴手他除了考级之外，他考级只是个入门呢，他后面还有很多要练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像他这种呢，从理科转文科的呢，很多时候呢就是去混一个文凭呢。就是你知道这种就是新闻和传媒的这种东西啊，你是要真的做好的话呢，其实要花很多功夫的哈。就有很多人做新闻和传媒，他后来为什么能做这个行业？他不是因为读了这个专业，而是他从小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。因为在这种文科的行业里面，只有顶尖的人能找到工作哈。你就一般的就学1、2年，你就说，哎，我这个东西会了，就跟你说你会了个4、6级，然后你就想去做一个口译翻译，那是不可能的嘛。然后后来呢，他就加入了那个大象公会。大象公会呢，实际上呢也算是一个自媒体当中的一个。我个人的印象哈，就是你做自媒体哈，你一个人做也就算了，你要是霍别人的话呢，就很糟糕。所有的这些大学生，你如果毕业，你去的是这些自媒体的工作室，你去什么大象公会啊，什么 Papi 酱的工作室啊，去什么马前卒啊这些地方，你要知道，你所选的这些就业啊，基本都是你所能见到的就业里面最差的那一个，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完全的 PUA 和剥削你啊。你要知道，我以前在暴走的时候呢，其实干过一段时间，我也知道，就是因为你进来这个暴走的这些人呢，都是喜欢看暴走，都是粉丝嘛，所以呢，基本上王尼玛那种级别的就是那种明星啊，然后网红啊，他基本上就一开始他就天生具有那种对你 PUA 的能力啊，就是上来就跟你讲，哎，你有没有深爱这个行业？然后呢，你要更多奉献，然后呢，你要对这个公司怎样怎样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就是干的苦，然后赚的少了。同时呢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媒体呢都不善经营。你比如说像马前卒或者暴走啊，其实我都分析过，就是他们的经营呢，实际上很糟糕。就做自媒体的人呢，和商业就离的是10万8千里那么远，就是遇到了钱呢，他都遇到钱都不敢拿。什么哎呀接广告啊，接了个广告好像这手就会烧掉一样。就这种自媒体，你说他能赚钱，然后他能给员工好待遇是不可能的嘛。所以呢，在大象公会里面呢，其实呢，我估计呢，他也是被盘剥，也没有得到什么特别好的待遇啊。然后在2020年，也就是疫情期间呢，他就到了日本来。然后到日本来这件事情呢，就特别的仓促啊。然后呢，据说就是他骗了他家亲戚20万人民币啊。就为什么呢？就是你到日本来留学呢，实际上日本人要看你的银行账户里面有没有一笔钱，然后他怕你过来这边就打黑工，然后就跑人了嘛。所以呢，他一般要求你的银行账户里面有个15万或者20万左右的这个存款。一般来讲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家庭条件比较困难，然后呢，你不太容易出去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跟家里人或者说跟亲戚借点钱，说这个20万呢，你就放在那里冻结一下。
然后呢，可能1年之后就还给你，我分文不动你了哈，然后呢，就帮我搞个签证，有这么一种手法。但是呢，这个王毅哈，就是他最后呢，他就把那20万呢就私吞了，就等于说是，就因为这件事情呢，据说他和家里面就闹掰了。就是你要想想看，你亲戚要钱，他不可能直接问你要啊，你都逃到日本来了。他爸呢，就是应该是离婚，然后又再婚，然后呢加了个后妈，然后呢为了这个女儿呢，还花了20万去平息了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他爸对他女儿做的这个事情呢，就非常的不满。所以呢，在日本呢，这个王毅呢，就基本上属于就是孤立无援，没有亲戚，然后也没有朋友，唯一有的呢，就是在推特上发一些反华啊，然后什么公之类的东西哈。他为什么会要到日本来，而且来的那么仓促呢？据说就是为了躲债，就是他炒那个虚拟货币，然后上了很多杠杆，然后就负债很高哈。然后在日本呢，其实20万块钱。折算一下哈，现在的汇率大概是400万日元哈，然后400万日元，你知道能过多久吗？大概也就过个2年，基本上就没有了。他到日本来去读那种就是语言学校哈，我在日本也是读语言学校，日本的这个语言学校其实是比较黑的哈，就是他们起价都是60到70万开始的哈，最便宜的都是60万哈。你要说日本人高中生他读全日制，大概也就是60万到70万哈，但是人家那是全天班的。然后教6科啊，然后你这个语言学校呢，他就上半天课，所以他的学费呢，其实呢是收的偏贵的。但是问题是呢，他能够给你一个签证，然后你有这个留学签证之后呢，你每个月可以打工40个小时哈，然后40个小时呢，就基本上能够赚回来你那些学费哈。而且呢，语言学校和入管局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哈，语言学校就会跟你讲，就是说你必须出席率到什么程度，然后呢，如果说你不来学校的话呢，就会打电话催你啊。然后呢，你想王毅到日本来，他读语言学校，你想想看，他一共也就带了400万块钱，然后呢，他学费先一交，然后呢，租房子的定金、押金什么先一交，然后实际上手上就没多少钱了。然后在日本呢，他就属于贫困交加，然后呢，就是因为没东西吃哈，很多人说他厌食症。但实际上他不是厌食症，因为之前有一些人呢，就是专门给他投喂，就是说他属于就是在网络乞讨，就是我想吃啥我想吃啥，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吧，就是说网友吧，反正留学生嘛，有点钱嘛，然后就说，哎，要不然我就请你吃顿饭。据说他前期呢有一个留学生呢，经常请他吃一点东西哈，所以呢他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哈。但是呢后来那个留学生呢好像回国了哈，结果呢他网络乞讨也乞讨不到东西了，然后呢就开始频繁的低血糖，然后走在街上呢都会摔倒，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呢，语言学校发现他没来上课，然后呢就打电话到他家里也没人接，最后呢就上他的那住所去找他，然后就发现他饿死在家里面。主要发生的情况呢，就是低血糖引起的急性心衰竭啊。其实说句实在话，就是说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呢，送到医院里面去给他输液的话呢，他是不会饿死的。所以呢，你也不能说日本的这个语言学校呢，就是做的有多么不对哈，因为呢，他们已经算是最快反应的，就是基本上都已经上门去找他了。那已经很负责了。这故事让我感慨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些混得不好的人，在日本这种孤立无援，然后呢，就是没有什么人际关系，谁也帮助不了他。实际上呢，他本质上都有一个什么问题，就是他们对外国的这个生活是没有那种基本上的心理准备的哈。就是很多中介跟你说的是什么？就说你到日本来立即就能找到工作，然后呢赚到生活费，然后交房租什么这个那，跟你讲的可好了。实际上是这样嘛，就是如果说你到日本来，你的日语水平不够，一点经验都没有，然后要力气没力气，要技巧没技巧。所以呢，我就说我当年来日本留学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就是中介跟你说很快就能找到工作，结果我是怎么找也没找到。然后我班里的人呢，基本上都找到了，为啥？因为他们都有亲戚啊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他自然就会有打工。所以呢，像王毅这种就是和原生家庭闹掰，然后在日本呢又人生地不熟，就导致他最后这么一个悲剧吧。所以呢，我又想起了那个叫做甜甜圈嘛，他应该叫做王伟恒吧，我记得，就是他这个人呢，一辈子呢都想去美国哈。然后呢，他是1988年生的哈，和那个王毅呢其实年龄差不多。第一个呢，他把自己所有在国内的东西呢都变卖，然后呢都换成了现金。他去美国大使馆先去申请这个签证，签证一点都申请不下来，连旅游签证都申请不下来。你说像这个刘大胜这个通过旅游签证，然后再捏造一个政治庇护的这种手段，你以为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吗？其实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，就很多人连旅游签证都批不下来。然后旅游签证拿不出来之后呢，他就走出了 Plan C， 直接跑到南美去找一个国家，
然后呢在那里落地，然后呢下来呢就把这个护照给剪了，然后呢就成了一个黑移民，跟着这个走线大军啊，然后就往着美国去走。2022年10月份的时候呢，据说呢他遭遇了一场抢劫，他身上带的所有的现金换成的美金啊都被人抢劫一空了，就基本上就变成一贫如洗，1毛钱都没有了。但是他没有气馁，然后呢就进入了美国国境啊。然后呢在美国国境之内呢，他想找工作嘛，然后他发现呢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就美国那边你语言不通，然后你过去人生地不熟，然后呢你还没有身份，然后呢你还没有住所，你跟一个就是街上要饭的流浪汉你没有什么区别，就基本上一般洗碗的这些工作呢，他也不会请那些没有住所的那些黑工啊。所以呢王伟恒在美国呢，他只能打一些就是日工或者是小时工啊，按小时计算的，所以呢他的收入非常非常的低。然后呢有一天他去吃那个甜甜圈嘛，人家那个甜甜圈是20美金一个套餐嘛，然后他就说我不用吃那么多，我就要10美金就可以了。这个店员还挺好心的，把那个20美金的套餐减了一半，然后10美金就给他了，然后呢还给他加了一个甜甜圈，然后他就感激涕零，然后就说哎呀这个美国太美好了，你看他们人多么的友好啊，他还多送我一个甜甜圈啊，你也不想想看，你走线的时候你全身的现金都被人抢劫完了，你这事儿你又忘了是吧？所以从此之后呢，这个王伟恒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做甜甜圈哥，然后大家都开始就关注他。然后这个甜甜圈哥呢最近又出了个事儿，他其实在美国出了很多事儿啊，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车啊追尾，他跟那个黑帮贷款贷了5000美金，然后呢弄了个车就睡车里面，然后又想送外卖啥的，那个车呢跟人家那个车追尾了，然后呢他没有身份又没有保险啥也没有，然后呢人家就跟他说要赔11000美金，然后他没有那个钱，没有那个钱怎么办呢？那辆车就赔给人家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背了5000美金的债啊，欠黑帮5000美金。然后呢，他有次腰疼，然后你说这个人信息闭塞、信息茧房到什么程度？他就说，哎呀，在美国看病不要钱，然后就跑去看医生。然后去问那个保安说我想问一下这个腰疼到底是免费还是不免费的，然后那个保安就说我这个我不知道啊，我是个保安，你要去看急诊呢。他去看急诊之后呢，那个医生吭哧吭哧看了他一下，说你这个东西不能免费，之后我就把那个账单寄到你家去。然后呢那个甜甜圈哥啊那就完蛋了，一看那个账单5670美金，他说我只是去问问我这个腰到底是能不能免费看还是不能免费看，你就说我5670美金。然后呢他也发现美国根本就没有免费医疗，他有一张叫做白卡，说句实在话就是医疗贷款的紧急版，它是个贷款，它是要还的呀，直到你把那些钱还清之后呢，你才可以开始申请什么绿卡啊，申请什么永住啊，申请这个居住权呢。本来呢说借了500美金住了个房子，然后说今年我要努力，我要省出1万美金来，结果呢吭哧吭哧努力了半天啊，就通过这次去美国啊，先把自己全部身家都被人抢劫走了，然后呢在美国不到半年他就背了1万美金的债啊，5000美金是黑帮的，5670美金是这个政府的。就这个阿 Kid 和王伟恒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巨婴症。我在大学里面读过一个科目啊，然后它叫残疾人经济学，然后呢这个残疾人经济学那个教授上来第1节课就跟你讲，实际上我们都是残疾人，只是因为环境的问题。你是一个中国人，然后呢把你扔到日本去，然后呢你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说，这时候和聋哑人有什么区别？你会发现你就是个残疾人。像王伟恒、王毅这种，他们只接触了一些什么半拉的知识，那就是典型的韭菜，人家割的就是你，你就是个6岁小孩，你啥也不会，然后呢你盲目相信别人。所以你不管你的学历有多高，然后不管你在国内有什么样的成就，不管你觉得你自己有多了不起，你去到国外，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面，你就是一个残疾人，你就是需要别人帮忙。你有听说过这个小孩咕咕坠地，啥也不会，残疾聋哑，然后呢居然没有父母和朋友照顾他们？那不可能的嘛。所以你出去留学和出去润呢，其实都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最好在那边有认识的人呢。但是这些人呢，就是盲目自信到一种程度，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个残疾人，我啥也不会，我聋哑，然后呢我也没经验，然后这个时候我还有那种万能感，去到那边地上都是钱，我随便捡，就是对社会是完全没有任何理解，然后呢也没有任何对将来的这个打算。其实还有2件事，一个呢就是那个罗布泊有个车队啊，然后呢说他们这些开了那些好车，然后越野车啥的，然后呢啥也不会，然后呢去到那里冒险，结果有2个车不是脱离了车队嘛，然后那车上面3个人就基本上就晒死了。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叫龙天佑啊，有一个叫龙天佑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银行员，然后呢他到日本来自驾游哈，然后呢在自驾游的时候呢就撞死了日本的2个老太太，完全是他那边的过错，就是说他这个车道分不清楚。然后这个龙天佑呢，因为你撞死2个人至少要判18年，那他小孩
还没长大嘛，然后呢，他30几岁吧，然后呢，估计要在日本坐18年牢啊。那你说龙天佑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就是有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，他到菲律宾弄个国际驾照，然后我就可以去租车，然后我就想怎么开怎么开。但是问题是呢，日本的车道和中国的车道是反过来的呀。就是你的所有的专业技能和你所有的经验，在日本其实是行不通的呀。所以呢，你说在这个危机的时候，他这个左右的感觉就是不对的呀。所以呢，到最后就把人家那2个老太太给撞死了，然后就把自己一家人放在车上自驾游。幸好这次说哈，你们家人没出事儿，死的对方2个日本人。但你仔细想想看，万一出事的是你的家人呢，对吧？你的小孩外加你这个老婆，因为你这种巨婴，因为你这种胆大妄为啊，觉得自己这个万能，然后你一家人都死在日本，然后你会怎么想呢？所以呢，我们会讲善恶、残疾、什么病痛这些所有的东西啊，其实呢都不是说离你很远的，它永远都在你的身边。然后呢，你不要觉得残疾人就是其他人，你自己就是残疾人。所以呢，这4件事情加在一起呢，其实都是有一个专门的名词，就日本心理学有个专门名词，就叫做野比症候群。野比是谁呢？就是那个哆啦 A 梦里面那个小男孩嘛，大雄野比啊。就是说在拥有工具的时候有一种万能感，但是实际上这个人呢啥也不会啊。就是你比如说你有这个蓝色机器猫，有这个哆啦 A 梦在你旁边的时候，他会给你那种最高级的工具。然后呢，拥有这个工具的时候，哎呀，你就会想象自己是万能的啊，你就是无所不能。但是呢，你一旦让那个哆啦 A 梦把你的道具拿走之后，你就啥也不是，学习又不行，运动又不行，然后呢，长得又不帅，然后这个那还戴个眼镜。所以呢，这种野比症候群就有2个特征，第一个呢就是过度信赖自己手上的信息机器，第二个就是一旦遇到了自己不熟悉的环境之后呢，就特别容易出问题。所以呢，你说王毅、王伟恒，还有包括龙天佑，还有包括我讲的罗布泊那几个人，其实都是野比症候群，他们对自己能力的评价其实比他们自己本身的能力是要高太多的啊，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思想上的巨人，然后行动上的矮子。所以呢，就是日本是没有巨婴这个词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叫这个叫做野比症候群呢。所以呢，说到这里呢，我就觉得其实哆啦 A 梦这部漫画呢，其实说的深度还是挺高的。为啥呢？就是哆啦 A 梦它和那些民工漫包括那些我们讲的什么死火海这些东西比起来，最主要的是它有思想深度，就是它最后还是告诉你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哆啦 A 梦不管给这个野比大雄什么样的道具，野比大雄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好的，就是他要么就是用错了这个道具然后出了问题，要么就是说那个道具没了之后呢，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啊。所以呢，当初藤子不二雄做这个哆啦 A 梦呢，他实际上还是要跟小孩子讲这么一个道理啊，就是不管这个世界上科技发展到啥程度，你到最后呢拼的还是人与人的实力啊。所以呢，就这4个案例里面都有一个叫做万能狂想曲的一种病症在里面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到这里啊，希望大家要以此为戒了。好吧，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